基督徒的金钱观与奉献。有一位朋友刚信主不久，某天在咖啡店跟我喝咖啡时，语气认真地问我：你们基督徒是不是一进教会就要开始奉献？还是有没有可能，其实这只是某种宗教型募款机制？他的语气不是怀疑，而是真诚。他说：我想知道基督信仰里到底怎么看钱，我很怕一不小心就被情感绑架，捐了钱却不是真的在做对的事。这是个好问题，因为它触碰了我们内心某个微妙却真实的张力，金钱与信仰的交界。一方面，我们明白金钱是这世上极具力量的资源之一，另一方面，我们又不想信仰被钱所玷污，甚至怀疑某些奉献文化是否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操控方式。但真正的问题不是教会要不要钱，而是神怎么看钱，而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怎么看金钱与奉献，才能活出自由的生命。我们今天就从这个问题出发，金钱不是敌人，也不是神。我们来想一个生活化的场景，有一对夫妻，每个月月底都会为钱吵架，不是因为他们穷，而是因为金钱在他们的婚姻中变成了权力工具，谁赚得多，谁就有话语权，谁控制支出，谁就有掌控感。这样的故事并不罕见，金钱本身并不是坏东西，但当人把金钱视为安全感的来源、身份价值的认证、人生成败的量尺时，它就慢慢变成了偶像，成了我们心中默默拜的神。圣经说得很直白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马太福音6章24节。马门就是财富的化身，耶稣不是说不可以拥有钱，他是在提醒我们，不要让钱拥有你。在神的眼中，金钱不是邪恶的敌人，但也绝对不是我们的救主。奉献不是交易，是回应。你或许听过这样的说法，你奉献，神就祝福你，你奉献越多，神就回报越多。这样的话乍听之下很合理，但其实背后暗藏危机。这其实是一种交易信仰，他把神当成 ATM， 把奉献当成投资。我给100，神会给我1000，我给1/10，神就要让我升官发财。但圣经中的奉献从来不是一场灵性股市，而是什么呢？是一种出于爱的回应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哥林多后书9章7节。真正的奉献不是被迫的，也不是交换利益，而是你看见了神的爱与供应，于是你甘心乐意的将金钱分别为圣，用来回应他，祝福他人，扩展他的国度。这就好像一个孩子为了感谢妈妈的照顾，把自己的压岁钱拿出来请妈妈吃冰淇淋，不是因为妈妈缺钱，而是孩子的爱让他想给。金钱教会你自由，也能让你绑架自己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真正有钱的人不一定感到自由，反而有时是那些财务刚刚好但心灵富足的人活得最轻省。我们来看一个反差的例子，两个基督徒， A 是上市公司老板，身家数亿，但对奉献总是计算精准，斤斤计较。他常说，我这些钱赚得不容易，教会应该证明值得我投资。 B 是一个月薪3万的职员，住在租屋处，每月依然固定1/10奉献，并额外关心弱势群体。当问他为什么愿意这样给时，他说，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两者谁比较自由？答案明显，奉献不只是付出，而是让你的心
从金钱主权中被释放出来，你开始相信神才是供应者，我不是金钱的奴隶，我是神的儿女。有些基督徒会问，新约里没有规定要奉献1/10吧？那我是不是可以不这样做？这是一个好问题。的确，新约中没有明文规定每个人都必须奉献1/10，因为基督徒不活在律法之下，而是在恩典里自由地回应神。但自由不是随便，也不是省起来自己花。其实1/10是个美丽的属灵原则，它提醒我们，所有的都是神的，我只是在管理。我愿意在财务上尊荣神，我选择信靠神的供应，不靠自己掌控。对于愿意成长的门徒来说，1/10不是被迫的门槛，而是自由的起点。教会怎么用奉献？会不会被乱用？这也是很多初信者心中的真实疑问。万一我奉献了，但教会滥用呢？这是一个值得诚实面对的问题。因为在历史与现代，确实都有些宗教团体以奉献为名，行敛财之实。但这也不代表我们就拒绝奉献，而是要学会看果子。这间教会是否透明诚实？是否有合适的金钱制度与监督？看方向，教会是否将金钱用于建造神的国度，如福音推广、牧养关怀、资助需要者。看心态，我奉献是对神，不是对人，即使有人滥用，神也看到我的心。最终，真正的奉献对象是神。若教会忠心，神会祝福；若人心偏差，神会审判。我们要有智慧，也要有信心。最后，我们要回到连于身体这个主题。神的教会像一个身体，有不同的肢体、功能、角色，而金钱就像是这身体中的血液，流动、供应、支撑整个健康运作。当我们奉献金钱，我们其实在说，我不只是观众，我是身体的一部分，我愿意用金钱支持福音的脚步。我参与的不只是聚会，而是天国的工程，从买音响、租场地、支持宣教、帮助贫困、训练门徒、服侍下一代。你奉献的金钱成为神手中的工具，让他的身体强壮起来。结语，财宝在哪里，心也在哪里。耶稣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马太福音6章21节。金钱总是跟心有关，所以这课其实不只是谈奉献，而是在问你最深的信靠是什么？你人生的主是谁？你要用手中这笔资源建造什么样的国度？当你越明白神的心，你就越愿意成为那个自由给予、乐意分享、甘心奉献的门徒。不是因为神需要，而是因为你爱他。